是他最大的优点，但我受不了他一直这个样子，无论对待什么事情，他都以一个态度，我们的感情一点激情都没有。我不想和他吵架，有什么事我都会让着他，宠着他，难道这还不够吗？我想要的是那种有激情的爱情，现在的生活太乏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爱情应该是用实际行动去付出的，不是那种幼稚的只在嘴上说说。反正我现在是受不了这种平淡如水的日子了，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的爱情甜甜蜜蜜的？我觉得她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祝28岁，来自湖北公司职员；女嘉宾小丽25岁，来自山西网店店主。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湖北，对，山西，对，咋认识的？网恋，我们网恋奔现的。什么？网恋奔现的。网恋奔，这是个专用名词是吧？嗯，就网上谈恋爱，现实里我们就奔跑到了一起，是这意思吧？对。哦，网了多久就奔了现？我们网恋了1年，然后就见了次面，然后他就开始追我了。我们现在恋爱5年了。不是挺好吗？不是，主持人，您听我说。哦。我男朋友他性格一直特别好，特别温柔。一开始我觉得他这个性格蛮好的，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时间长了，我就觉得真的太受折磨了。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性格好还不行啊？不是，你说说吧，怎么折磨你的啊？对，因为就是今年过年同学聚会嘛，我闺蜜然后说我前男友去，我就想试试看看他到底。就是见我前男友会不会生气，就有没有那个小情绪啊，小吃醋、小嫉妒什么的，我就想看看他生不生气。但是我把他带过去之后，他一见我前男友，直接跟人家握了个手，然后还请人家就是坐在那，然后说一起吃饭吧，还给对方倒茶，然后两个人聊得特别开心。是怎么了呢？挺对的呀。啊！你都叫去了，只能谢谢啊，心里说谢谢，这女人不错，你把她留给了我，是你没福气吗？我是这么解读的，对吧？不是挺好吗？但是我觉得做得对，既然去了就大度一点，对，挺好吗？我是觉得这个不算什么事儿，因为毕竟他是前男友，我是现男友，我还对了，你应该心里面生气的是那个，这么好的姑娘，你应该给她了，对吧？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是对这个生气。这你生气啊？但是他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一点情绪都没有。当时我一看他不生气呗，那我坐角落里，他过了一会儿过去找我了。他说你在干嘛？我就故意气他，我就说，我跟我前男友聊天呢。他说，那你聊吧，你先聊吧。你要干嘛呀，姑娘？不是你想他有什么反应？你告诉我。我是想看看他，就是他从来生活中什么事他都不生气，我想就考验他一下嘛。考验什么呢？就想看看他会不会生气，有没有情绪。哎呀，看来你平常也是心静如水的一个人啊。之后就有一次，他出差了，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等了1天，到第2天了，特别晚，然后他才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心里挺生气，因为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一接起电话，然后他就有的没的跟我瞎说，让我更生气，更来气儿了。正好，然后我前男友发微信给我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前男友发微信了，我说把电话能不能挂一下，我说我要回我前男友一条微信。结果他说那你挂吧，他说呢那你回吧。这个有点这个因为之前我和他前男友也聊了，当然心里是有一点，毕竟是前男友，然后我找他聊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就是我感觉他对我也没什么威胁，然后呢这个轻视对手你知道吗？可以然后短信呢我感觉要有事儿就先说了再跟我说呗，这个只要不是说干什么就是我不知道的事儿就行了，就也没什么。你看多自信呢。还有啥？他情绪不乱。然后平时女生一般都会就是看电视嘛，有偶像什么的。然后我那天在家看剧然后
偶像出来，我就喊了一声，我说啊，老公么么哒啊。然后正好我一看他在旁边坐着，然后我想哎没反应，然后不是你希望他有什么反应呢？因为我觉得肯定如果自己的女朋友当着男朋友的面说啊老公啊什么的，自己男朋友肯定会听了会吃醋嫉妒嘛。这也没什么好嫉妒的，那离得好远的，我们也知道，你们也进不了电视里，人也不搭理你们呀。我们很理智，是吧？但是我身边的那些闺蜜都是，如果自己男朋友然后在旁边，她说老公么么哒，人家男朋友就可霸道了，就直接拉过来强吻一下，就不会说就是一点情绪都没有。哦，你了解他的想法没有？我了解了，但是之前那个我对这个追星这事儿，谁没追过星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这个样子。但是不，你从今天开始提高一个新的认识，就你女朋友要求是，一旦她对着屏幕喊老公么么哒的时候，是给你发一个信号。她不是说了，她的闺蜜的男朋友都是那样，是这意思吧，姑娘？对，听明白了吧？学会倾听啊！行了，这个都是有的没的，什么跟前男友啊看屏幕，这叫干醋，对吧？现实生活里对你好吗？这个男生？他对我平时挺好的。挺好的？都怎么对你好啊？就是有一次我接了个那个兼职活动嘛，在北京郊区特别远的地方，然后他一开始不让我过去，然后我没听他的话，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去了之后，晚上结束特别晚，那边不好打车，然后一看手机有7、8个未接来电，是他打的。然后我一接起来，他就说：“喂，你在哪儿呢？然后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外头。”我说：“刚活动完什么的。”他说：“啊，他说你在那儿等我，你千万意思说不要走啊，我立马去接你去。”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就是会半夜一直等着你这样。然后尤其那天下大雨，我正好也没拿伞，他就到那儿接我的时候都凌晨3、4点了。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他就是我找的那种人。啊，这不是挺好吗？但是就他一直都是很平淡那种。不，这还平淡啊！一个男人等你回家。是，这是他刚追我的时候。哦，刚追你的时候，现在也不会这样了，是吧？对，现在就很平，生活中没有什么小激情。啊，我的天哪！哎，你们谈了几年了？5年了。5年了。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呢？我是打算最近就结婚，因为在湖北结婚的东西也准备好了。我向他也聊过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是特别想现在就结婚。我们也因为这个事情嘛，就开始有一些分歧了。是到湖北还是去山西分歧，还是说对结不结分歧？结不结的分歧吧，因为他这边觉得生活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什么的，可能不是要什么波动，不挺好吗？哎，你们这5年就一直异地啊？没有，我们都在北京。哦，那还好，那还好，那不挺好的吗？不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就性格太温柔了，就是现在谈恋爱都已经就是这么平淡了，以后如果结婚的话。还没有享受过那种，每个女生不是都是恋爱的时候想享受一下那种恋爱甜蜜吗？我觉得我就没有。这还不甜蜜吗？你要怎么甜？你说？不是我想要的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小情趣、小激情。不是，就他根本不懂我。就他根本不懂哄我，就是我说什么，他就完全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你举个例子来，我们听听看，我们能听懂吗？就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女生，比如说你别过来找我，其实她是希望你过来找我。谁说的？这谁说的？女生一般都喜欢口是心非嘛。就女生比如说行了，你就踏踏实回家娶她回家吧。女生是口是心非的，她不答应嫁给你是吧？明白了。她说她反对平静是吧？其实她希望的就是平静啊，兄弟，你做得很好了。对，可以了吧？我这个理解对吗？也不是。你不是口是心非的吧？不是，我也不是说那个意思。那你说的啥意思啊？我是点呆、有点木讷、不懂的女生的那些小心思，就一直都是保持一个样子。哎，我问你啊，姑娘，他对你专一吗？还挺专一的。也挺踏实的吧？对你也还行。但是他不会制造你要的这个浪漫。对。用你的话说，他不懂你。对。所以你现在想让他懂你呢，还是想不要他了？要他懂我。要他懂你。对。这还挺麻烦的哈。你懂他吗？这方面确实我挺烦恼的。他平时爱那个电子设备嘛，有一次他那个手机
之前出了问题，然后他就脑袋看手机，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出最新的手机。然后当时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就给他给买了我就直接拿去。这个细心啊，看就买，都没开口说啊。然后呢？对，我拿去送给他，然后他对我说：“哎呀，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收了，以后别买这。”心里说你真懂事儿，我太喜欢了啊！这个翻译对了吧？啊，这翻译对了啊，往下，然后你就傻傻的把拿去退了？没有，我送他了，就是后面送他了。后面他说就别浪费送那么贵重的礼物嘛，然后我就心里想他，既然都说上次说的那个语气有点重，我就感觉是不是买礼物，这个要商量一下再买。然后后来我就没送，然后他就跟我说，已经相处5年了，我对你付出那么多，对你那么好，说你都不知道送一个礼物给我，我就挺纳闷的这事儿啊，又不高兴了是吧？对，又不高兴了，然后我就不是很。就搞得有点方那个头。我个人之浅见啊，就是他们俩的故事，女生的故事，充分的解释了一个字，叫作。我个人认为这就属于作啊。老师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这个情感应该怎么走也弄不清楚。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特别同意赵川老师说的，作是吧？作，小作怡情，大作伤情。你就迟早有一天就把人家作跑了，真的别生在福中不知福。我总结一下，这个男生有几大优点啊，有绅士风，有修养，而且他的境界还高，你承认吧？所以呢，你要求我的男朋友又要有修养，境界要高，要有绅士的风度，还要对我好，而且呢还要有生活的激情，还要浪漫，还要偶像范儿。姑娘，凭什么找你呀？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呐？如果你要找一个有激情的男生，那你就放掉他，去寻找你想要的那份激情。感情在经历了5年之后还能如此的和谐，这个男生还能对你如此贴心，不容易了。每一段感情都是会有激情，然后慢慢渐于平淡。生活就是这样啊。不要要求太过分，知足者常乐。在感情当中不能有试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他，你会让他摸不着头脑。第二，感情不能攀比，你不能说我闺蜜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她们男朋友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要是一旦有这样攀比的心，你永远不知足的话，你永远遇不到那个对你好的人。真的别再作了，再作别的女人就抢跑了。我们这节目一播，我跟你说，多少女孩盯着看呢，对吧？谢谢老师。好吧，祝你们幸福。男生，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惯着他了。他现在所有种种的表现就是被你惯出来的。我估计你父母对你也一直挺宠爱的吧，甚至说溺爱，这么不知足，不知道到底原则性在哪儿，度在哪儿，任我所为，甚至于他麻木了。他麻木什么呢？麻木你对他的爱，甚至于他的闺蜜或其他女孩觉得不好的地儿，他觉得挺刺激的，所以你太让他觉得安全了，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如果一旦他失去了你，或者说一旦你已经厌倦了这种无原则无限度的这种溺爱，你离开他了，就像一个小鸟一直在捧在别人的手中，一旦放开了，他可能摔得真是自己都恢复不起来的，这种创伤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爱，真正的去爱就是让他一定要有一个明辨是非黑白分明的这么一个人格在。如果他在你面前什么都是对的，你是害了他。而女孩呢，这种爱对你来说是危险的，让你迷幻于其中。你觉得你们过的都是偶像剧，但对不起，生活其实是一场生活剧。所以呢，审视好自己如何承受这份爱，还要做到独立的人格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吗？谢谢老师。好，就这样。这个女孩明显就是作到极致的那种。就整个全场我看下来的感受哈，就是这女孩拿根针就扎，我扎一下，你疼不疼？不疼。我不疼，对，她就不疼。我再扎一下，你疼不疼？不疼。不疼啊！我是扎。
完了他说不疼，他就问你咋不疼呢？很多爱情是的，生于激情，死于平淡。但是5年了，我觉得这男孩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你老扎他干嘛呢？而且你看看，我就让你选姑娘，你到底是选一个那种每天跟你有激情，明天跟他有激情，后天跟他有激情的那种男人，还是选对面这种凌晨3、4点钟去接你的男人，对你专一、体贴、爱护的男人？你选哪一个？你就是感情太顺了。就像莎娜老师说的，人得知足啊。这孩子工作稳定，而且有空间，对女照顾，一心想走进婚姻。这孩子还用等节目播完吗？你这要到相亲角，那大爷大妈就得往家里拽。所以我劝你姑娘赶紧回去，嫁了很难再遇到对你这么好，而且人又这么好的男生。又没有激情，激情是什么呀？过日子的时候，对吧？你也是，你假装有点激情行吗？他一说什么我前男友，你就跟他说让他走，对吧？这个不是装一下好吗？他就喜欢这种磨合啊，就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俩等一下不转出来，我跟你说，小猪，我有个妹妹，咱们底下留个联系方式哈，祝你们幸福。哎呀，这是逼婚呢，这是。来来来，这个平淡的生活的确让人枯燥，有一些小小的激情是生活的点缀，但我嗅到一个危险的讯号。曲伟说你的惯其实是说的对的，你有点太没原则了。从女生总是用前男友来刺激现男友的行为上，使我感觉你是一个喜欢男人为你争风吃醋的女人，这是一丝危险的信号。如果一个女人希望2个男人为自己决斗，这个女人无疑是浅薄的，而且是不值得珍惜的，因为她迟早有一天会走。我希望你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要告诉男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存在，要避免自己长久的宽容付诸东流，你就必须有原则。平时在生活当中做一点没问题，只要不触犯原则，但是总是以男朋友的方式来刺激你，其实是对于你忠诚的一种羞辱。你别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宽容，否则的话你的底线将再次被挑战，下次他该就挽着前男友的手来刺激你，看看你有没有反应。这种考验是对于你的不尊重，偶尔做一做当然没有问题，但不要触及原则。记住，我不希望你是一个喜欢男人为你争风吃醋的女人，偶尔的一点激情也没错，不要老是寻找激情，明白吗？明白了。就这样。谢谢老师。老师们都明示了危机，我看看他怎么收场啊！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希望帮助，别说话。我觉得如果以后，你没有那种激情或浪漫的话，我希望我可以为你制造，我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激情。其实我希望我们马上能够更好的去面对这个婚姻，因为我也能看到你身上的好，所以才一直爱你。希望我也可以做得更好，让你也变得更好。我也会努力的。谢谢2位啊，回吧。来，请关门，请关门，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好，也会。老婆，以后别套路了，你要抱抱就跟我说一声，我就抱你，好不好？好。还要告诉一声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这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宝宝嫁给我好吗？来，谢谢，谢谢两位，祝你们幸福，请回吧，谢谢。谢谢。